16年别克 GL8，客户反映油耗高，然后仪表故障灯点亮。那针对这个故障的话，我们同样的先上诊断仪，读取故障代码。故障代码显示 P0172，燃油修正系统混合气过浓。那说明它的故障是由于混合气过浓。那混合气过浓的话，其实说白了就是油多气少。那我们要一一排查整个系统。这款发动机是2.4的缸内直喷发动机。那如果说我们是混合气过浓，是油多气少。如果说是气少的话，假设是漏气的话，那大家想想，这种是一个是自吸发动机，它不是增压发动机，所以它的这个压力永远是低于大气压的。所以漏气的话，只有气往里面进。那如果说气往里面进的话，会导致气多而不是气少。所以漏气的话，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或者你可以用烟雾发生器去测试一下，我们用烟雾发生器已经测试过了，没有漏气。那油多的话，其实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故障的。它因为是缸内直喷的，那油多的话，第一个你的喷油嘴密封不严，导致滴漏；第二个油压过高导致滴漏；第三个你的高压油泵内漏到曲轴箱里面，通过曲轴箱废气进入气缸里面燃烧，也会导致我们油多。所以这个故障重点的要放在油多上面。然后气路的供气的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空气流量计以及气管压力这2个数据确定有没有漏气。如果漏气的话，它的数据会发生变化。我们读取它的数据流其实已经发现了，它这个长期燃油修正是负的25%。然后我们去读取油压的时候是4公斤，低速油压10公斤，高速的话是3兆帕，相当于30公斤，在怠速的情况下是 OK 的。然后它的空气流量计空气流量计是2.8克每秒，跟它理论的计算的是2.8克左右，是差不多的。所以说明空气流量计包括我们的气管压力传感器是30千帕，说明你的进气系统没有什么问题，会有一点点积碳，因为你的进气系统如果有一些积碳的话，包括节气门有一些积碳的话，那气流肯定会受到一点点影响。那这个其实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你的混合气这一块应该是比较偏浓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通过数据流发现进气这一块没有多大问题。那如何判断你的这个供油系统混合气过浓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通过氧传感器的数据流它一直显示在比较高的电压。那高的电压一般就代表混合气过浓，低电压的话代表混合气过稀。它的高电压时间是比较长的，说明混合气过浓。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定是燃油系统引起的混合气过浓。那燃油系统的话，第一个油压我们看了一下，低压跟高压都 OK 的。那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我们油多呢？比如说我们的高压油泵内漏，或者我们喷油嘴滴漏都有可能。那如何确定高压油泵内漏呢？方法很简单，我们可以把曲轴箱通风管给它断开，然后去闻一下这个通风管里面的油气，看看有没有比较浓的汽油味。如果有浓的汽油味，那这个汽油有可能就是通过高压油泵过来的，或者我们的喷油嘴过来的。那我们先断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开始没有？那这个就是我们曲轴箱通风管。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闻一下这边有没有比较浓的汽油味，有比较浓的汽油味，那肯定是这个油漏到曲轴箱里面的，基本上肯定是这边漏的。大家可以发现，看到没有？我靠，这个汽油味非常浓。刚才我手放到这边，其实这个都有汽油弄到我手上的，那说明肯定是高压油泵内漏导致曲轴箱里面的这个汽油蒸汽比较浓，通过这边进来的。那我们把这个断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堵着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长期燃油修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刚才是长期燃油修正负的25%，这个时候是在慢慢下降，现在是负的22%，它还在往下降，负的21%，那说明它的混合气正在慢慢改善，可以看到，是不是正在慢慢改善？那说明故障点就是高压油泵内漏引起的。那喷油嘴有没有内漏的可能性呢？有，它内漏的话，它要经过活塞环才能下去，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正常都会燃烧掉。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内窥镜我们可以通过内窥镜去观察喷油嘴有没有漏。等会我们把这个喷油嘴火花塞拆下来，看一下喷油嘴有没有漏。
我们用这个内窥镜来看一下这个气缸里面的状况。大家发现这边是有一点油的，看到没有？潮湿的，非常潮湿，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可以看到，不是很干，看到没有？我们把4个气缸的喷油嘴都看了一遍，只有一缸有轻微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的话不会引起曲轴箱那么大的油气，所以它的故障就是我们的高压油泵内漏引起的。导致我们的混合气过浓，所以这个故障更换高压油泵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大家以后遇到混合气过浓、混合气过稀，可以参考我的方法，去对进气系统和供油系统一一的去排查，然后锁定故障点。如果说还有一些疑问的话，可以私信给我，我来教你。